外形与演技的关系，这两者并不冲突。说实话，前2年就是力证自己就是有实力啊，就是我不是靠颜值的什么，但是我觉得有颜值这个是个好事儿，这是父母给你的得天独厚的优势，为什么要去排斥？而且我也承认，有很多的时候，这是个开门砖，让大家对你有印象，所以两者并不冲突。但是，就像我去塑造角色一样，你只是对外形感兴趣，你都不知道内核是什么样子，你不知道怎么去诠释它，对吧？外形可能是个敲门砖，有些时候可能是个机会，但更多的还是要看你有多少墨水，你有多少能力。一直以来都没有人设，也没有定位，我只是从山里出来上学，后来知道表演，对表演感兴趣，一路追到北京。现在感谢这个时代，感谢很多的给机会的前辈，像刘天池老师，像沃尔善导演，像峰哥谢霆锋，像八爷，像金哥，很多很多等等，很多人都给了机会，像陈可辛导演。演员我觉得应该是要去勇敢的去挑战的，不一定什么角色都适合你，但是你不去试，你怎么知道不适合你？更何况就是有很多前辈们、导演们在帮助，然后一起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展现一个怎样的人物，我觉得这才是有趣的点，而不是说舒适的躺在一个区域，然后永远都在演一个类型的。我不希望自己是这样子的。杨戬对我来说是入这个电影圈的一张门票，让大家看到了我刺杀这个样子。到了郭靖，看到了很多我的那一些细腻的表演吧，我还是挺开心大家对郭靖的认可的。那你说这两个角色的压力非常之大的，因为珠玉在前，很多人都演了非常成功的，但是我演出了自己的风格，自己的感觉，然后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喜欢，就非常开心。那后来再挑战这个不风岭的三胞胎，挑战何以璇，现在也算是得到了大家的一些认可。我斗胆的给自己说一句，就是挑战成功吧。电影《镖人》里和一璇的哭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这些哭戏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当然是设计的。我觉得网友说了一句，就是说我何以璇本不该如此，但是已经走到了这般地步，没有回头路了。那句话说的也挺妙的。但我当时自己想的这一类的时候，其实我一边是心疼阿玉亚，一边是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回不了头了，而曾经那个纯真的少年的何以璇已经死了，和阿玉亚在一块儿那个时光不可能再回去了，所以我是一边笑一边流泪，一边甚至还有一个就是对阿玉亚的偏执。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阻碍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了，你不应该高兴吗？反而不高兴还要杀我，我很伤心哎，就是变态的那个角度和这个角度的，所以你怎么解读它都可以。其实《人物小传》的核心内容就是从他的小时候开始写的，是跟他这几个发小，是吧？乌噜噜、阿玉亚、聂耳、大赖、小赖、牛罗，这些都是他的发小。那其实我更多写的是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。我希望我去演的话，希望演的是一个人，只要是人，我觉得应该是都有激情入里。那后来可能就他做了一些没法回头的事情。他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下，一步步被迫成长，然后被这个预言给困住，被恐惧裹挟，被欲望驱使，所以一步步走到了他后面这个样子。所以就是从人物小传啊，从外形上去靠近，然后再一步一步挖掘他的内核内心。在那段时间，其实在现场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我们之前就认识的，有些是在拍杨戬的时候就认识了，有些是拍郭靖的时候就认识了。他们都觉得我怎么变了个人啊，跟之前完全不一样。我说那就对了，在现场我都没跟他们很少跟他们说话。那后来我就那就对了，我在现场我就得成为他。那演杨戬的时候我就是杨戬，演郭靖的时候我是郭靖，演何以璇的时候，那你看的还是像杨戬还是郭靖，那不对了呀。所以就是去成为他很疯狂的，在片场的时候对，而且戾气比较重。我身边的人助理们他们都
觉得我戾气太重了那段期间。网友说何一璇这个人物又蠢又坏又疯又怂，你认可这个说法吗？这个是网友们给的一个说法嘛。我去演的时候，我不能这么去想，我希望是去演一个人，就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对于一个演员而言的话，这个过程才有意思。如果你要是一开始就带着这个又坏，什么又蠢，什么又怂又疯，你怎么演啊？没法演的。我希望是我去，只要是换上他的衣服，在那个片场，我就是何一璇，而不是我现在要去我就要去演个坏人，我就要去演一个疯子，不是这么想的。我也给团队提了，就是能不能给何一璇的马加了一些铃铛的就是那个铃铛。为什么要加铃铛呢？因为我觉得他是挺孤独的，那个铃铛，可以陪着他一起骑骑马。他有一些是虚张声势嘛，然后觉得自己像个大人，他现在要成为何一家的族长，就是我也提议了加点胡子。其实他的资历、他的智力、他的各方各面其实达不到，但是他的必须这么做，所以留了一些胡子。其实这些都是有考虑的。表演的团队也非常的尊重演员的想法，只要是合适的，这个胡子也加了，这个马铃铛也加了，写的人物小传也是大家都看了也都挺好挺有意思的，有些也采纳了。